共墨竞选现在开始，请诸位参选者有序入场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哎，戚东家，周深，你怎么没进去啊？这里边我就不进去了。你爹争共墨权，你不想看看？这不合规矩。不合规矩，这进去了，自然就有进去的规矩。走，戚东家，这走吧。初选完毕，陈家柿子墨，李家七烟古墨，田家紫极龙光墨，入选。诸位所呈何墨？陈家凌云墨，李家一元墨，田家金章宗香壁覆墨子。果然留有后手。请试墨师试墨。陈氏这锭凌云墨用的应该是铜烟和漆烟的配方，这墨色黑，透光清爽，特别是这淡墨的地方，层次分明，各层次的颜色都能守得住，没有渗透感，非常出色。二位先生，看看这田家的墨作何评价呀？香壁覆墨子，名不虚传，香味不腻，写字作画时能静心，落在纸面上呢，更加出色。墨色沉稳，但无气沉之感，浓而不滞，是顶尖的好墨。一元墨继承的是李家最好的松烟墨品，不用说，这是一块上佳的好墨。但是，恕老朽眼拙，这其中的特长，老朽还真的没有看出来。墨色是更细腻、更通透了些，但也是用料和技艺上的寻常锤炼和技艺，并未发挥出松烟的特长，与田陈两家难以比肩。二位试墨师皆是文坛画坛泰斗，断得公允，李墨心服口服。李家一品墨，好，田家
超品墨，陈家超品墨。他们过来。真娘，大伯娘，我想着八叔应该不愿进祠堂，你交代的事儿我就安排在这儿了，你看行吗？还是大伯娘想得周到。我爷爷还没来呢。啊，来了。八爷，八爷，吉时已到，开始吧。李墨长氏李真，今携李家子弟，祭告祖宗。今日贡墨竞选，宋墨一元墨，获评一品。一元墨制墨师李景东，奉墨。不孝子孙李景东，胸无点墨，其事庸人，学艺多年，技艺不精。初次宋墨参贡，铩羽而归，功败垂成。景东有愧李墨，有愧先父。景东自惭形秽，无地自容。景东叔，景东叔起来吧，来，先起来吧。爷爷，哎，敢问您跟六爷爷、七爷爷初次参贡的时候，送去的墨或评几品？初次参贡1品，也为评上。景东叔，您初次参贡就获得了1品，起点较之爷爷他们更高一等。李墨身陷困顿之际，是您勇于扛下了这一切，李墨以你为傲。起来吧，爹。各位可知，我为何要为这块墨取名为1元墨？元是乾卦4德之一，是结束，也是新生。13年前那场贡墨案，是在场每个人心中的痛。它将我们李墨打入了谷底，而如今这块1元墨，却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生。我们李家之所以要用这块1元墨参加这次贡墨竞选，是因为这块1元墨凝聚了我们李家上下所有人的心血。只有这块1元墨，可以医好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痛。我坚信，只要我们齐心戮力，李墨总会有重回荣光的那一日。1元墨的制成，是所有人的功劳。李墨能重获新生，也离不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真娘在此，谢过大家了。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太阳都要落山了，还没评出个结果出来。是呀，太久了，这个。诸位，时辰不早了，凡事总得有个结果。这田墨、陈墨，到底哪家可当贡墨之名？诸位评审，都说说吧。香必覆墨子价值万金，作为贡墨更为合适。非也，田墨太燥，一看便是块新墨，积淀不深啊。要比墨品，自然还是陈墨更胜一筹。
好。既然如此，本官宣布，此次共墨竞选拔得头筹的是帝师清贺仙人道。仙人驾到，仙人驾到啊！诸位，免礼吧。仙人突然莅临徽州，本官竟然浑然不知，实在是该死该死啊！仙人途经此地，听闻共墨竞选久未决出胜负，特来加持助阵。仙人来得好，不如来得巧。此次共墨竞选，田陈二家所成墨品实在是难分伯仲，仙人久办圣驾，于书法之上又颇有造诣，下官斗胆，有请仙人鉴墨。你呀，在宫里的时候，就老办不好差事。罢了，本道就替你看看吧。谢仙人。仙人，这是田墨，这是陈墨。怎么有只苍蝇？此墨不洁啊！苏合油的香气，圣上会喜欢的。依我看，这共墨就给田家吧。仙人，您再看看陈家的墨，真的是块好墨呀！仙人，求您再看看吧。仙人，请您再看看陈家的墨，请仙人明断。既然仙人指路，下官没有异议。多谢仙人，多谢严大人。田家必不负众望，做好此墨，早日呈送御前。爹，快来人！想不到，共墨竞选竟是这样的结局。我这段时间的筹谋，被清河仙人的拂尘轻轻一扫，竟化为灰烬。此番回到徽州，虽然扳倒了赵慎，可田家将共墨之事，反倒越发兴盛了。而我却因没有完成万两军子的军令状，被将军严惩。如今我不仅要失去义后生东家的身份，连军职也要被削去。但是爹、姑姑、大哥，不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，我绝不罢休。东家，都准备妥当了。票据、文书，还有账目上所有的现银都收拾出来了。东家，没了义后生和军职，我们拿什么去抗衡天家？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处理妥当，先去趟阿姐那儿吧。来。
没想到陈家也败了，忙了这些日子，还是没能保住你的差事。东家，你到门外等我吧。这些是易后生账上全部的现银1500两，这是自我到徽州以来，用军资在墨业上入股的所有的单据。这上面有和李家磨坊的契书，还有七言古墨分红的明细。哦，对，还有现在最值钱的，应该就是和小李磨坊这张单子了。这上面是和傅锦墨的分红协议。这些单子加起来差不多有2500两，2、3个月之后的各项分红加起来应该也有个2000两左右。这些加起来一共是6000两，还有在陈家上投的1000两，我想总会滚个1倍利出来。易后生的事你都交代好了，那你自己要何去何从？还没想好。阿姐可告诉你，田家现在如日中天，你可不能铤而走险。如日中天。阿姐放心吧，我是不会铤而走险的。就算我不考虑自己，我也要考虑一下齐帅。齐帅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又怎会因为一己私利牵连于他呢？既然你在此地已经一无所有，不如回到七帅那儿，重新开始。到今天这个局面，我还有什么颜面去见七帅？虽然我没想好，但反正我不会离开徽州，我哪儿都不去。那这样，我去请甄姑娘，阿姐，让她帮忙安顿。阿姐，阿姐，请坐。如何留在徽州，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就不想牵连甄娘，我不想让她有任何危险。所以阿姐如果还把我当阿弟的话，就请阿姐不要去找甄娘，日后也不要再提起这件事情。好兴致啊！甄娘，你自从接了李默之后，一向公事繁忙，怎会有闲暇来此啊？跟你一样啊，偷得浮生半日闲嘛。那我比你多点儿。今日我是一整日都在闲。看来我阿姐去找过你了。你阿姐也是为你着想。哎，我爷爷说过，这人生啊就是起起伏伏，世间所有的造化都是因人而异，一时的挫折不代表什么。你看我之前还被除族了呢，可是如今却接掌了李默。在我看来，这人只要有一口饭，有力气，总能干成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多谢甄娘如此安慰我。不过，你就当不知道吧就好。我怎么能当不知道呢？一元墨的制成有你的功劳，你出了事儿，我不可能不管你。再说了，你可是我们李默的大东家，你若是不嫌弃，就跟我回李默吧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
少不了你一口饭，一间屋。虽然呢，我现在落魄了，可是我可以靠我的双手再重新打拼一番，所以生计嘛，不成问题。如今你这生计是不成问题了，但你这肚子的问题，是不是得解决一下？解决就解决，哪家酒楼啊？祁东家，都是家常便饭，若有不周到的地方，见谅。八爷您太客气了，七舅冒昧登门，承蒙不齐，也是十分感激。祁东家，就当成是自己家啊，别拘束啊。吃吧，吃吧。吃吧。正良，正良，快抱一坛酒过来，再拿几个碗。好嘞，来，鸡汤来了。汤来了，拿几个碗，快点。我去拿娘。哎，吃吧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祁东家呀，今天是稀客，晚上一定要喝好，喝尽兴了。好，来，伯母先敬你。哎，谢谢伯母。行了，尽兴啊！哇，祁东家好酒量啊！快，给祁东家把酒倒上。来，娘，让你招待客人，没让你把人灌醉。哎呀，喝醉了好，一醉解千愁。喝醉了之后，那所有的烦恼就全都忘了。来，咱们啊一起敬一下祁东家。来，你坐上吧，坐上吧。八爷，来，少喝点，多喝。真娘，这是嫂子新学的手艺，你尝尝，看有没有得到娘的真传。好，我尝尝。你这个当哥哥的，怎么不让着妹妹先吃啊？真是的，你个大萝卜，你不知道先招待客人的。来，祁东家，尝尝我嫂子的手艺。谢谢真娘。别客气啊。爷爷，娘多吃点啊。哎，谢谢真娘，别喝多了。哎，大萝卜自己吃啊。客人在，别乱叫。你快吃，看好吃吗？我还以为是娘的手艺呢。你嫂子得到了娘的真传，嫂子做的好吃。可我啊，从来不管什么规矩，照样把落寞做成贡墨。你也一样，管什么家规家训的啊？全心全意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有朝一日，你哥我一定要把落寞做成挥墨之手。你要是长大了，真的成了商人，你就帮着你哥，把骆家墨轩开满全天下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吃点，好吃。再不管我，我反悔！哎，别，我走还不成吗？快吃。八爷，我请你。伯母，哎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好。真娘，来，我敬你。
谢谢盛良哥。秋娥姐，我敬你。少喝点。盛良哥，我敬你。好，慢点喝啊。我很羡慕李晨有你这样的哥哥。慢点啊，可以哈，可以啊，可以哈，小心别磕着啊！知道了，走走走。这是哪儿啊？回家路上啊，走。回家？听话听话，走。回家不行，不能回，我家在这儿呢。不在这儿，不在这儿。不是你萝卜哥，家就在这儿。哎，这不是你家啊，这是我家。你听我说，家里有哥哥，有哥哥就不能不要我。要啊，要。我不能，我要去2楼。2楼可不行。2楼为什么？2楼？你走了。那你不能不要啊！要！真娘，这怎么弄啊？戚东家醒了。真娘，昨日实在是给你添麻烦了，对不住，告辞。上哪儿去啊？上宫。去哪儿上宫啊？古东遍长宫，李家磨坊上宫了。告辞。门往里拉。这几个月磨坊账上全无进项，咱们付不起雇佣工人的钱，修磨坊的事只能让咱们自家磨工做了。我对不住你们，我对不住李家。你说我这把火放的……不提了，景东叔，都过去了，咱不提了啊。邵管事，按照计划，磨坊何时能修缮完？估计得半年时间。不行，半年太久了。不仅老磨商们要跑，这磨坊人心稳不住，这墨轩也得关了账。得想办法，再快点。你竟想要变卖李家田产？你做梦！不是变卖，是抵押。磨坊修缮缓慢，这是因为没有钱的缘故。只有抵押田产换成现钱，才能加速重建、恢复生产。大嫂，弟妹，这个主意，真娘和我商量过，虽然有点冒险，但是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。你们俩倒是挺会一唱一和啊！哦，磨坊要紧，这宅子里这么多人的身家性命就不要紧了吗？大嫂，你也该说句话呀！这后宅的账目您最清楚了，这全家人的吃喝拉撒全指着这几处田产铺子的营收。这若是抵押了，往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江月，你所担忧的我心里都能明白，但是现在磨坊不是有难吗？你刚才也听到了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我们后宅别的忙也帮不上，无非就是节衣缩食，撑几天罢了，会好起来的。自打我嫁到这个家以来，这个家再难，也没动过内宅的根基。怎么这个丫头一来，家里四处遭难不说，窟窿还越补越大？
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事情我不答应。四叔母，等签了新的订单，自然有银钱回流。最迟磨坊建成的时候，就可以将这些田产赎回。否则，李墨若是垮了，光靠李家这些田产铺子过活，这日子也逍遥不到哪儿去。我真是小看你了，李真。原本以为你只是想将磨坊占为己有，没想到你心狠至此，竟想趁李家之危，将李家的产业尽数败光。弟妹，今天李家能说得上话的人都在这儿了。既然你我的意见相左，那就让大嫂来决定此事吧。我同意真娘的做法。此事就这么定了。你们既然都决定了，还找我来商量什么？你们这是要合起伙来，把李家往火坑里推？咱们真打算待在这里吗？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：你兴盛时，能够为你锦上添花的人大有人在；但你衰败之日，能为你雪中送炭的人倒是少之又少。甄姑娘现在愿意帮我，这份情我愿意领，我也愿意还。那田家的仇，田家的仇我自然会报。不过现在我被革了职，两袖空空，身无分文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帮助李墨，一来是为了报答甄姑娘的这份情谊，二来只有李墨盈利了，我们才能筹足军资，将功补过，重回义后生。懂，东家。甄讲师，怎么了，狗儿？这给墨商们的拜帖都被退回来了。都退回来了。甄娘，景东叔，正好您来了。我看着狗，你在这儿拿着帖子慌慌张张，怎么了？您先坐下，我慢慢说。好，这边。小心。狗儿，好，你一五一十的说清楚，这些拜帖可是你挨家挨户一个个上门敲的。那自然，我按照甄长师您的吩咐，挨家挨户一个一个敲门问的。可他们要不然就是不在家，要不然就是生病了，还有几位倒是见上面了。结果他一听说我是李墨的，立马就要赶我走。照理说不会啊，前几天我还看见过他们，听说咱们加快了修缮的进度，他们还挺高兴的。说要下单呢。狗儿，他们赶你走的时候，还说了什么其他的话吗？就我后面赖着不走，我又问了几个家丁，他们就只说，哼，你们李墨卖田卖地，内里空虚成这副模样，还想骗人做生意。我说没有这样的事儿，我拼命解释，他们就是不听，然后就把我赶出来了。我知道了，狗儿，你先去忙吧。哎，狗儿。你还是查一下这消息从何地传出来的吧。是。不用查，知道内情的就咱们几个。田江月，我找他去。没用的，景东叔，他这个人的性子您还不了解吗？就算去找他，他也不会承认的。何况如今我们并没有证据，既然这消息已经传出了，眼下当务之急便是要重新挽回墨商们对李墨的信任。那些墨商果真都把拜帖退回了？千真万确。墨商不下单子，李真抵押田产的亏空就永远都补不上，到时候看他拿什么交代。江师傅，哟，甄长师来了。哎，诸位吃饭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不可不可，慢点吃。哎，甄姑娘来了。小青，你们东家呢？这2日我们忙着帮工人们修建磨坊，我们东家害怕下雨耽误了工期，这不
昨晚愣是忙了一宿没合眼。我知道了，辛苦了啊。哎呦，你别弄我行吗？我正做梦吃东西干嘛呀？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累了吧？累了一晚上，要不然回去先歇会儿。我不累呀，我就是偷个懒。怎么了？我来呢，其实是想让你帮我个忙。你说。这前段时间，我为了磨坊修缮，将这田产抵押了出去。可如今，田产抵押的消息被传了出去。这如今各大磨商都不再信任李家了。哎，等等，消息被传出去了。这不是犯了做生意的大忌吗？是啊，所以我才想请你出面，帮我联系下那些磨商，咱们两个唱出双簧。我想想。这位客官里面请。东家，田家得了供墨权，在京中又有徐大人撑腰，如今在回州末也是一手遮天，咱们这仇什么时候能报啊？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曾经是我小瞧了他们，以为这田家不过是些见不得光的鼠辈，没想到他们是冬眠后的蛇。但是你知道，什么时候是抓蛇的最佳时机？就是吃饱了之后。吃饱了，东家，咱们现在可是一无所有啊！这些个磨商，从前天天巴结着您，您都懒得搭理他们。现在倒好，为了李默，还要拉下脸去求他们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谁说我要求他们了？甄姑娘说的挺对的，七九这个名号，对付这些磨商还是绰绰有余。东家，他们见到了甄姑娘，不就又走了？反正去都去了，等人一到，甄娘自有办法把他们留住。她那么聪明，对吧？你一会儿去趟阿姐那儿，把我那件乡镇银户毛边的罩甲借出来。啊，东家，这才刚入秋，你穿什么毛边罩甲呀？人靠衣服，马靠鞍嘛。那个罩甲这么贵，翠小姐怎么可能借给我？你看，这个时候我就比你更加了解你自己。什么意思啊？卖乖耍赖，你比我强啊！你多哄哄阿姐，肯定借给你。反正你去比我去强，对吧？我还有这个本事？有，大着呢。你告诉阿姐，我一定原模原样的还回去。我这就去。快去快回，我在这等你了，快点啊！姐。季东家，今日怎么突然有此雅兴，要我等在此品酒啊？听闻此园清幽雅致，别有洞天，于此小叙，最是怡然。只不过其酒呢，孤陋寡闻，时至今日才至此处，实乃憾事。不过，几位前辈皆是徽州本地人士。那这徽州府钟灵毓秀之地，想必是信手拈来，所以今日要各位在此游园品酒，实则是为了抛砖引玉啊！望各位前辈，日后待期酒在这徽州城内
多见见世面才是。好说好说。来，再敬各位前辈一杯。来，敬。坐。是。戚东家客气，我们早已听闻您追随戚帅南征北战，您见过的世面可比我们多得多了。是啊，哪里。我们世代都在徽州一地做墨商，离了这1亩3分地儿，哪都不认识啊。说的是啊，如今徽州这地界啊，出了松瘟，而这松烟墨货少价高，我们几个一直想着往外再找找，看有没有能产出这松烟墨的磨坊。只可惜，出了这徽州地界，也没人认得咱们这几张脸啊。是啊，这松瘟影响了徽州墨业的整体格局，七九也属实为难。不过今日，七九与诸位前辈再次把酒言欢，我们就不提这令人扫兴之事啊。来，好。戚东家，您与范大官人交好，又承办着戚帅的军资，啊，看您这身材，这派头，日子过得可是不错，能否给我等指条明路啊？这如今进哪家的墨，进什么墨，他最有赚头。周掌柜，这商机……当家，墨。这也不说话。各位掌柜，这墨丹到手了。墨丹，好。请，请。这贡墨选完，田家的墨是又贵又难定啊。是啊，我们可真的是没了方向了。戚东家，还请您指点迷津呐。是啊，戚东家，还请您指点一二啊。不瞒各位前辈，七九的确找到了一批价格更为合理的订单，而且它质量不比他田家的差。七九早已找好了销路，所以根本不会发愁这批订单的利润。但如果把这订单分给各位前辈，不见得各位前辈通过自己的销路能够销售一空，那么这利润就无法保证了。其二，的确这墨丹的份额不足支撑戚某一人啊，所以还请各位前辈见谅。无妨，只是敢问戚东家是哪家磨坊，能否给我们一个明示啊？戚东家，我们也可以一起合作，共同获利嘛。各位前辈，还是吃菜。来，戚东家，我们一起敬你一杯。敬戚东家，敬戚东家。哎呦，多谢各位前辈如此抬爱，如此信任七九，那七九就勉为其难，待我们喝完酒吃完菜，前辈们随七九去这磨坊走走如何？好，来。我也听闻此处有家磨坊。对呀，这是哪里呀？各位叔伯好。哎，这不是真长氏吗？这是李家磨坊。对呀，李家磨坊是在四宝街，这是。各位叔伯，这里啊是我们李家的老磨坊，可如今也是我们李家的新磨坊。各位叔伯既然已经来了，不如进去参观参观。真长氏，哎，这戚东家这么做不厚道呀。今日我家中还有事，
告辞。哎，叔伯，各位听这娘叔伯，说话吧。我知道大家平时事务繁忙，可是如今这老磨坊里确实有值得一看的东西。既然都来了，各位叔伯赏个脸，进去看看。甄长士，哎，我们就想问问你，这李家卖房卖地是否确有其事啊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是抵押田产。可这恰恰是我们李家举全家之力来保证李墨正常运转的决心。这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保障生产上，各位叔伯进去一看便可知。甄长士啊，这做生意呢，讲究个你情我愿啊，说破天他也没有强买强卖的道理。是，快些让开，彼此也好顾全脸面。周伯，您就算不愿意见我，那总归得见见我爷爷吧。爷爷，爷爷，哎，爷爷您快来呀！哦，来，爷爷，您看看谁来了？哎呦，周仁，哎呦，周仁，八爷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，咱们多少年没见了？可不是嘛！你们怎么来了？周伯伯来是想看看咱们老烟棚的新样子。诸位伯伯们，虽然如今我们李家的烟棚暂时用不了了，我们老磨坊的烟棚可是热火热灶的，全都烧起来了。这几日爷爷一直在里面帮忙指挥呢，是不是爷爷？那既然来了，那就随便看看。请进吧，我爷爷都说了，那咱们就进去看一看，不耽误多长时间的。对，随便看看。啊，请。好，八爷。八爷有所不知，是大件了。叔伯们请看，这就是我们烧松烟的龙窑。想必之前在供墨竞选上，各位叔伯都见过我们李家的一元墨。这一元墨呀，烧的烟稍微老一些，所以它的松材量呢，比一般的松烟墨用量都要少一些。这些松材都是六爷爷从黄山特意拉回来的，质量上佳。而这些松材足以支撑李墨生产半年的一元墨。而且，我向诸位叔伯保证，我们的定价绝对不会受松温的掣肘而改变。里面请。这边是我们的油烟棚，这边是气烟棚，各位叔伯们随意观看。甄长士，哎，周师傅，这些师傅都是磨坊资历最深的师傅。诸位叔伯，你们也知道，这好烟呀才能制出好墨。按照我们李墨的规矩，一般这烟台呢，中品以下一概不收，我们只收中上品跟超品烟台。将这些烟台让老师傅们挨个着眼以后，直接送到李家磨坊，在那边核胶制墨，是一刻都不会耽误。各位叔伯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超品烟台，随意鉴别。周伯伯，你看看。诸位叔伯都是真正挂心李墨之人，今年李墨内忧外患，让各位叔伯担忧了，晚辈理应自罚3杯。第一杯，敬诸位叔伯。第二杯。第三杯。年轻姑娘家不必如此，你的心意我们都知道了。是啊，季叔叔，您千万别把我当成姑娘。当年诸位叔伯怎么在饭桌上跟我六爷爷、七爷爷拍桌子谈分成的，今日就怎么跟我谈。第3杯，喝了。好，甄长是好魄力。蒋叔叔，我爷爷多次提到您，
说您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，将我们李墨卖到了赣州。要说是魄力，您才是第一呀！还有季叔叔，方才忘说了，听闻贵公子学识满腹，明年秋闱必定高中。到时我们李墨还得请贵公子给我们提一块新匾呀！哦，怎么，这些事甄长师你也都知道？那自然是知道啊！来，承你的吉言，喝。来，好。还有周伯伯，您是我们李墨最大的功臣啊！这些年李墨离不开您的支持与帮助，甄娘敬您一杯。各位掌柜，咱们好酒配好菜，这边吃边聊啊。这酒也喝了，这番盛情我等心领了。你的做事能力呢，我们也看到了。你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将李墨恢复生产，周某佩服。但在商言商，今日李墨毕竟不同于往日，先是遭遇松温，后又发生走水，磨坊损毁，如今呢，还抵押了田产。这明摆着就是急着想从我们手里拿到钱，拿到订单，好来填补亏空，拉动运转。这风险，我们可承担不起呀。周伯伯，您的担忧甄娘明白。可是今日诸位叔伯都已经看到了，这烧烟一事已在老磨坊运转起来了。至于李墨其他的损毁之处，1个半月之内必定会修好，绝对不会影响我们李墨的出货。还请诸位叔伯可以放心。陈长师啊，你说的这是最好的结果，但底子薄了，他遇到点风吹草动就要塌。这万一产线断了，你们拿什么来赔付啊？是啊。叔伯稍安勿躁，今日晚辈也做足了准备。祁东家，早就备好了。各位掌柜，先看看再说。诸位叔伯手中的，是我小李磨坊的入股契书，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若是叔伯下单我们李墨的订单，在约定之日没有收到货，那么便会自动成为我小李磨坊的股东。去年我小李磨坊1年的收益是500两，今年只增不减，按照1人10股来算，今年便可以得到50两白银。各位掌柜，想必你们对这福锦墨的销量早就有所耳闻吧？而戚某呢，也是小李墨的股东之一，所以这分红向来是只多不少。想必也是在这特殊时期，甄长是对各位掌柜最大的保障。这是拿自己的血去补李墨的窟窿啊！八方尚未归宗，甄长是真的愿意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！周伯伯，此言差矣，这不是牺牲，是我李真对李墨的信心。好，这契书我签。甄娘，多谢周伯，我也签。多谢季叔叔，还有我，多谢蒋叔叔。甄娘什么都不说了，敬诸位叔伯一杯。甄娘，一壶的，留步，甄长是留步，留步，留步。甄长是啊，送好。回头有新墨出来，要第一个告诉我们啊。哎，告辞，告辞。叔伯慢走，下次再接着喝。来，叔伯慢走啊。送好啊，小姐。好嘞。哎，慢点，我还有半壶，咱俩喝完。啊？半壶，还剩点。哎，你能行？我没事。我这有气，没喝口，走。多谢祁东家。来，恭喜甄长师。多谢祁东家。恭喜甄长师。多谢祁东家，不用谢谢你。恭喜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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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谢。哎，
你要吐，别吐身上，你妈不好心吐啊这。东家，退！退了。快拿走。没事吧？来，我拿点远点儿。还有啊。新的没味儿，胭脂墨的味儿。胭脂墨。没有。哎呀，闻错了。什么？真娘，来，起来，把这醒酒汤喝了。哎，娘，我头好疼啊！现在知道头疼了，那昨天喝酒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少喝一点啊？来，快把醒酒汤喝了啊！哎呀，你真是的，你怎么喝这么多呀？来，再多喝点。娘，昨儿的酒我可没有白喝呢，我欠下了100挺墨丹。你倒是舍了命了，可那功劳啊，可不一定记到你头上呢。净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。多喝了啊！苦，现在知道苦了。喝酒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少喝一点啊？来。这胶是6桶是吧？一共对，6桶。好。5个，哎，哦，那一箱搬过去了是吧？对，是午饭。是正好。